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人与官宣推进上映，3年零路透背后一场关于信念与电影工业的极限实验。苦等3年，谜底终于揭开一角。当市场早已习惯预告先行、物料轰炸、热搜铺路的宣发节奏时，一部几乎隐身的电影却悄然完成了从拍摄到终审的全过程。它没有路透，没有剧照，没有花絮，却用导演加演员的组合，在各大平台累计突破100万想看数据。这部电影正是由王一博主演、程耳执导的作者电影人与。随着影片正式通过终审并确认将于2026年内登陆院线，同时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，这场长达3年的沉默实验终于迎来爆发前夜。在信息过载时代逆行人鱼的反常识成功，在短视频主导的内容生态中，曝光几乎等同于存在。然而人鱼却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径，极致保密。业内普遍认为，这种策略的风险极高。没有物料意味着无法建立直观认知，没有路透意味着缺乏社交传播抓手。但正是这种真空状态，反而构建出一种罕见的观影心理未知及吸引力。影视营销专家李瑞分析指出，人鱼的成功并不是反营销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信任型营销。观众不是被内容吸引，而是被创作者的过往作品与行业口碑所驱动。双引号，这种信任从何而来？答案很明确，来自导演程耳。程耳的作者表达，从无名到人鱼的风格进化。从无名开始，程耳就确立了自己在华语影坛的独特坐标：叙事碎片化，情绪内敛化，影像诗意化。这一次的人鱼显然是一次更激进的升级。电影学者周燕在采访中指出，如果说无名是历史与人物的拼图，人鱼则更接近一种哲学寓言。它不再仅仅讲述故事，而是试图回答人如何面对欲望与孤独这一终极命题。双引号，影片横跨中国大兴安岭、越南河内、日本青森3的取景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大兴安岭，原始、封闭，人与自然的极限关系；河内，流动、混杂，文化冲突的交汇点；青森，冷静、疏离，精神世界的投射。这种空间结构构成了一条从肉体到精神的隐喻路径。王一博的去标签化，一次近乎自毁式的表演突破。如果说导演是这部电影的灵魂，那么王一博无疑是最关键的载体。过去几年，他始终处在流量与实力的舆论拉扯之中，而人鱼显然是一次彻底的回应。身体极限，从偶像到工具人。为了塑造角色，他进行了近乎苛刻的准备，半年水下闭气训练，达到专业潜水员水平，主动减重15斤，重塑身体线条，零下38摄氏度冰河实拍，无替身无特效。表演指导张默评价，这种程度的身体投入，在年轻演员中极为罕见。他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在让身体成为角色本身。双引号。精神重塑，破碎感的来源。王一博在采访中提到，这次拍摄让他经历了精神极限。心理学专家林深分析，长期处于极端环境，会让演员进入一种边界模糊状态，这种状态恰恰是表现孤独、野性与撕裂的最佳土壤。双引号。也正因如此，影片中的角色很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，而是一种情绪的化身。工业与艺术的平衡，跨国制作的隐形难度。人
鱼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其复杂的制作体系，跨越中、月、日3的拍摄，意味着不同的拍摄法规与审批流程，多语言沟通与文化适配，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可控风险。制片人业内人士透露，光是天气延误就让拍摄周期延长了近1/3，但成尔坚持真实优先，拒绝棚拍替代。这种选择直接导致成本上升，但也换来了影像的真实质感。入围戛纳，一种关注的含金量与市场意义。成功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是人与目前最具分量的国际背书。这一单元通常关注新锐导演或风格突破作品，具有强烈作者表达的电影，探讨社会与人性议题的作品。影评人何川认为，这意味着人与并非商业片的简单升级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。它的目标不只是票房，还有话语权。网友热议，从质疑到集体祝贺式期待。随着官宣消息落地，社交平台迅速被讨论淹没。部分高赞评论如下：3年不见一张图，还能破100万想看，这才叫真正的期待值。如果这不能成，王一博真的完成转型闭环。成尔加王一博等于可以盲买的组合，终于不是流水线工业糖精，而是能让人等的电影了。也有理性声音提醒，期待值越高，风险越大，艺术片的接受度始终有限。这种分歧本身也构成了影片的话题张力。档期猜想，暑期档还是国庆档？目前业内普遍预测人与可能选择以下2个窗口。暑期档借助年轻观众群体与话题热度，国庆档依托口碑发酵与艺术属性。发行策略专家陈毅分析，如果戛纳口碑爆发，国庆档更稳；如果走话题路线，暑期档更具爆发力。结语：一场关于等待的价值验证。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，人与用3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慢，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。它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像是一场关于信念的实验。导演对表达的坚持，演员对自我的突破，观众对内容的信任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票房数字，而在于它是否能重新回答一个问题：在信息泛滥的时代，我们是否还愿意为未知买单？你怎么看人与？你认为零路透加极致保密是一种高明策略，还是高风险赌博？王一博这次的转型，你更看好还是持观望态度？文艺电影冲击主流档期暑期国庆，成功概率有多大？如果口碑2极分化，你还会走进影院吗？你觉得人与更可能成为神作，还是争议之作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聊聊这部最神秘的华语电影。